静瑶，愿意嫁入广平王府，哪怕身为妾室。将军的好意，本王感激不尽。但是本王不能负了珍珠，所以只能谢过将军。可是檀儿的事情已经让父皇心生不安，这些日子，想必将军一定会很忙碌吧？本王就不送了。殿下还是心病难愈，还需要我们以后多加关心。明日我再来看望殿下。有劳姐姐挂心了。姐姐身为将军，宫里宫外肯定有不少事情需要打点，还能这样日日来探望，珍珠替殿下谢谢姐姐。我日日来府上，想必妹妹已经知道我的心意，又何来劳烦之说呢？殿下的意思呢？殿下对妹妹情比金坚，认为纳我入府，便是负了妹妹。我无意与你争夺殿下，但我对殿下一片真心，也绝不会放弃。朕要告辞。独孤将军怎能有此心意？独孤将军磊落赤诚，哪怕是要得罪我，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得明明白白。与这样坦荡的人相处，反而比那些表面上和善，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要好得多。一片冰心化怆然，铮铮铁骨却道离人。斯人已去，铁骨奈何？所以，东郎是打算认输了吗？输都输了，认了又如何？檀儿惨遭枉死，我们都很难过。可是难过并不能使他复生。我怕你继续这样消沉下去，熬坏了身子，他连替他复仇的人都等不到了。张皇后这次表面上看是技高一筹，可她不也是以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为代价吗？她失去了唯一的子嗣，也自损800，她也需要时日养伤。这对我们来说，何尝不是一次机会呢？东郎，不要辜负了檀儿的性命。
我一定会替檀儿报仇，还檀儿一个公道的。其实，沈家的公道，又何尝不是寄托在东郎的身上呢？东郎可曾记得，你答应过我，要替我报仇的？当然不曾忘记。你也知道，灭我沈家一族之人，恐怕另有其人。何灵一背后的主人，恐怕并非杨国忠。而封神义那日亲眼所见，皇后身边的灵儿就是何灵一。东郎，也许我们都错了。种种证据表明，何灵一很可能一直都是皇后的手下，而杨国忠只不过是皇后和何灵一一起抛出来的一个挡箭牌。你的意思是，一直是皇后才引导我们？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皇后的阴谋？对，皇后想要启灵令。看来独孤景瑶说的对，她不只是志在后宫，她更是志在朝野。这也就能说得通了，为什么她能狠心断子求生。或许她这是在效仿武皇。武则天昔日掐死了女儿，陷害给了王皇后，所以珍珠大胆猜测，她势必也像武皇一样，对朝野有野心。若珍珠没有猜错的话，她应该会再找一个可靠的皇子来与你对抗，再加上史思明的帮助，更是如虎添翼。东郎，无论是为了你心中的大业，或是为了你记挂的苍生，或是为了三弟，或是为了我沈家一族，你都应该振作起来了。珍珠，你说的对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沉溺于这一时的失败里止步不前。现在皇后握有我们两家的仇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懂了，往后的路一定会更加艰难，珍珠一定会和你携手面对，永不退缩。有本奏来，无本退朝。建宁王一时糊涂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朕念其身为皇子，也曾替朕排忧解难，故准其厚葬。臣领旨。诸位皇子，如今天下纷争不断，希望各位皇子安分守己，多替国家效力。退朝吧。陛下，参见陛下。有什么事儿，快讲吧。恭喜陛下，臣与陈将军奉陛下之命，随史思明返范阳后，史思明已如他所诺，改其意志，举所部13郡以及8万兵士全部归唐。臣特赶回京，向陛下禀报此事。好，即刻降旨史思明，命他火速回京接受封赏。是。父皇，史思明虽归顺大唐，但其忠心仍待考量。魏方有诈，暂时不可对其委以重任，还请父皇三思。广平王，你是在教朕
如何做皇帝吗？儿臣知罪。恭送陛下。是谁收拾的少儿的东西？回娘娘，是奴婢。把他拖出去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奴婢知道错了，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。把少儿的东西都拿出去烧了。娘娘为何不留下殿下的遗物，也好有个念想？让人心软的东西就是七寸，本宫绝不能留下任何软肋，让别人抓住我的把柄。可怜了我的少儿。娘娘，史思明一举一起，升上大员，现已传旨到范阳，让史思明回京受赏。史思明，他还不知道。史思明归顺大唐，是想坐上太上皇的位置。要是他知道，那我以后恐怕就很难拿捏得住他。属下倒以为，史思明回唐受封，早已不是叛军的首领，而是陛下和娘娘的臣下了。你说的也有那么几分道理。史思明嘛，现在也是骑虎难下。他是想步步高升，还是节节败退，都捏在我和陛下的手中。不过还是要帮他在朝中巩固住势力，他才能为我所用，对抗那个李初。今日李初在朝上提醒陛下，说要警惕史思明别有用心，还说史思明不可重用。陛下怎么说的？陛下说他心中自有打算，不过陛下对李初的提醒非常不高兴。陛下，听闻陛下这几日政事繁忙，臣妾亲自熬成的燕窝，给陛下补补身子。我知道皇后这几天身体也不好，这些事儿就交给御膳房的下人去做吧。他们熬的哪有臣妾的用心？陛下，快趁热吃吧。好。史思明居然在范阳归顺了陛下，如他所言，果然有诚信。看来叛乱将平，恭喜陛下。皇后对史思明推崇有加，我想应该是那日在山中一面之缘，他给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臣妾哪里是推崇史将军，
臣妾是为陛下高兴。史思明乃叛军中的一员猛将，手下兵多将广，在叛军中呢也是威望极高。他归顺了陛下，那么扫平叛军就指日可待。到那时，陛下更加要振兴我大唐盛世，丰功伟绩，名垂青史。皇后所言极是，这个史思明作战英勇，人也聪明。但是处儿说的对，此人忠心还有待考量，所以先不可以委以重任。臣妾倒是觉得处儿说的有些危言耸听了。史思明能够不顾自己的安危，亲自来向陛下表明他的心迹，可见他的忠心。陛下若是不计前嫌，对他厚封重赏，一来嘛，可以使史思明感恩戴德，死心塌地地为朝廷卖命；二来，可以让叛军知道皇恩浩荡，不应忤逆，这样就动摇了军心，岂不是一箭双雕？啊，皇后做的说的都合朕的心意。接着说。处儿这孩子一向聪明得很，他怎么会想不到这一层呢？我一直在想，处儿好像对史思明归顺陛下的事情一直很抵触。你觉得他为何要如此？臣妾也是瞎想，不见得对。史思明若是归顺了陛下，那么叛军必将扫平，到时候是不是史将军就会分得处儿的军功啊？臣妾还听闻，处儿近日与我军的几员重要大将走得很近。够了！这些话朕不要听。我知道那一日，处儿替谭儿说了很多的话，没有顾及到少儿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以至于今日。朕要告诉你的是，他们两人一母所生，情同手足，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。朕还要告诉你的是，朕不但失去了一个幼子，朕也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。难道你要让朕身边的儿子全都死光，你才踏实？陛下息怒，臣妾不敢。臣妾绝无半点私心，臣妾只是一心为陛下着想，也不敢有半点谋害广平王之心。平日里，你替朕打理后宫，也很操劳，做得有条不紊，朕很是感激。但是不可以由此，你就可以插手朝政。臣妾不敢。卑职赵勇拜见娘娘。赵勇，你怎么知道薛松要买私宅这件事的？这宅子是买给谁的？回娘娘，卑职同薛松一块吃酒的时候，曾听他提过，要买处宅子给他老母亲住。薛松他是个孝子，当初薛老太太在洛阳被安清绪的人给扣下了，前段时间才刚刚找回来。只是身体不大好，重病在床。我们提起过要去登门探病，并介绍几处房宅给他，可是他却摇头说用不着了。
用不着了。严敏，薛松曾在出事之前在绵庄订过一套寿衣，那上面的收货地址和取货日期为什么都没有？这个属下也曾问过，这寿衣不比其他。掌柜的说，只要按照时间定做好，几日之内便会有人来取，要不然就会送到下葬之处。你立刻去弄清楚，那套寿衣到底是被什么人取走了，或者送去了何处。是。还有，再仔细查查长安城中的所有棺材铺，薛松要买的恐怕不是阳宅，而是阴宅。阴宅？恐怕薛母找回来没几天，便病逝了。薛松孝顺，还没来得及给老母亲下葬，便东窗事发，怕是一心惦记着此事。他也不想草草找个地方随便给老母亲下葬，这样一来就有迹可循了。只要我们查到薛母葬在哪里，就可以找到薛松了。还有1个时辰不到，东郎可以放心了，我这就带薛松回去。素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连着这些天没休息好，累病了？我只是担心小姐，小姐脸色这么差，我是担心你累病了。等东郎回来，我就可以放心的好好休息了。薛松，请娘娘恕罪。我听闻薛将军是个大孝子，寡母操劳不易，你守孝悌之仪，何罪之有？只不过苦了这些记挂着你的人罢了。薛松明白娘娘的意思，只不过在这个时候，即使属下有心请奏，怕是也不敢请奏。奏了，恐必将难送寡母最后一程。在下本意是安顿好母亲的后事之后，便立即回宫。请娘娘放心，薛松一定会按照吩咐行事的。那就有劳薛将军了。素慈，快去车上拿块湿帕子，给薛将军擦擦脸。一旦薛松出现，你就要想办法让他把这个喝下去。薛松不死，那你的孩子就替他死好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只有薛松死了，
你的孩子才能活着。薛将军，请。谢娘娘体恤。薛将军不必客气。薛将军一定口渴了，喝口水吧。多谢娘娘，娘娘请上车吧。薛将军，请。小姐，风声一求见。快请。是。有薛松的消息了吗？娘娘已经找到他了，现在正在往皇宫那边去。他还真是聪明，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险。那在下小姐退了。宫里来人了，说皇后请小姐过去一趟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皇后？难不成她看出什么来了？先别急，我进宫会会她，看她要耍什么花样。薛松事关小姐和殿下的生死，事关整个广平王府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性命。莫怪为娘狠心，娘不能太自私。拜见皇后娘娘。独孤将军，快快请起。来人呐，给将军看座。谢皇后娘娘恩典。不知娘娘召卑职前来，所谓何事？还请娘娘明示。看来独孤将军真是军事繁忙，连在本宫这儿坐一会儿、聊会儿天的时间都没有。卑职的确军务在身，不便久留。素闻将军虽为女儿身，但行事果断利落，言语直言不讳。今儿一见，果真如此。既然独孤将军磊落，那本宫也便有话直说。本宫听闻独孤将军与广平王往来甚密，眼下广平王因忤逆篡权之嫌疑被关押在大牢。本宫是个爱惜人才的人，今儿叫你来就是要提醒你。
良禽息语，须则嘉木而息。皇后娘娘谬赞了，只是卑职不太明白皇后娘娘的意思。卑职一介武将，为国效力军中，先是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，统领全军。卑职领所部受广平王部署调配，亦曾与广平王并肩作战过。若说有军中同僚情谊，不假，只是这往来甚密，不知皇后娘娘从何说起？没有就好，那恐怕是本宫误信了传言。独孤将军，你我都是女人，在这宫中，恐怕只有我知道，身为一个女将，在军中有多么不易。娘娘言重了，卑职岂敢与娘娘相提并论？况且，卑职自幼长于军中，早就习惯了。如今又得陛下娘娘爱护，亦得同僚中诸位将士相敬相护，卑职不觉得辛苦。如今卑职唯愿早日杀尽叛贼，以报效陛下赏识之恩。好，我就敬重将军这份爱国之心。但是将军，一切也应该从长计议。到了你这样的年纪，结婚生子，这才是女人最终的归宿。本宫寻思着，这到底是怎样的人，才堪与风姿卓越的独孤将军相配呢？那必然不能是普通的人。娘娘抬爱，但家仇未报，国恨未平，卑职还不愿意考虑其他。什么国恨未平，何以为家？那都是男儿的誓言。况且我大唐将士千千万万，都与将军同仇敌忾，将军的大仇必能得报。将军怎么能不为自己打算？将军莫非是眼界太高，凡夫俗子不能入将军的眼？本宫倒是有意，请陛下为将军指一门亲事，也算是朝廷感激将军一片赤诚，续将军皇族血脉，可好？皇恩浩荡，独孤静瑶感激不尽。不过，陛下日理万机，卑职实在不敢劳烦陛下为这点小事费心。况且，我大唐将士皆为大唐尽忠尽职，都怀着一片赤诚热血。若娘娘只求陛下嘉赏卑职一个人，岂不是有失偏颇了？静瑶不敢受赏。本宫有意为你做媒，你却百般推脱，莫非心有所属了？那我可真要提醒你了，可不要错付了芳心。终成空啊！那是卑职的私事，就不劳烦皇后娘娘费心。该说的本宫可都说了。独孤将军，你回去好好掂量掂量，好自为之吧。静瑶谨遵娘娘教诲，告辞。不识好歹！娘娘，薛松被广平王府的人找到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陛下请您到前殿去一趟。那薛松，此刻已经被带至殿前了。属下该死，属下本是应该办妥的，没有想到素司居然不顾自己的亲骨肉。你闯的祸，你去给我了了！是。
既然证人已经找到了，广平王，朕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。谢父皇。雪松，你说本王胁迫你，妄图谋逆弑君，那你当着陛下的面，说说本王是怎么胁迫你的，在哪里胁迫你的，派了什么人与你交涉，都和你谈了些什么？雪松，当着朕的面，你一定要如实招来。倘若你有半点隐瞒，或者你胆敢诬陷任何的皇亲国戚，朕一定将你满门抄斩。微臣不敢，不敢，不敢就说。臣，大胆薛松，你指控广平王谋反，他提的问题，你一个也想不起来了？臣，陛下，广平王妃，你有话讲。回禀陛下，薛将军恐怕是太过于惊恐，而且斗胆，替薛将军向陛下要一个恩典。若是薛将军肯说出真相，还请陛下饶他不死。准了。薛将军，刚才陛下金口玉言，只要你肯开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便不会追究你的罪责。殿下的清白，可是在你薛将军的手中攥着。臣罪该万死，臣是被屈打成招。臣纵然是护驾不力，但绝无谋反之心呐，更没有听从殿下的指使。请陛下恕罪，请殿下恕罪啊！好啊，薛松，你竟敢诬告广平王谋反篡权，你给我讲清楚，谁支持你这么干的？是。你，快护驾！护驾！保护皇后！快！大胆侍婢，你身为皇后的贴身侍女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来！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到底有何居心？灵儿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天下想要你们狗命的，何止我一人？至于为什么，你们还是问问自己吧。不过我也不妨告诉你们，我灵儿誓死效忠吐蕃王，就算今日功亏一篑，我也要拉着你给我陪葬。陛下，陛下救我！皇后，救我！陛下，不许伤害皇后！保护皇后！陛下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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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皇后，放开他！你给我放开！
希儿，希儿，希儿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，是。希儿，坚持住啊！本来差一点就可以一招制敌，逼得皇后无路可退，却不料功亏一篑。最后不但没能撼动皇后分毫，反而还让李系立了个大功，本王真是不甘心。东郎不必如此郁郁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，能够平安回来，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。仅仅自保，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想杀了皇后，替檀儿和你爹娘报仇。来日方长，我恨皇后之心并不在你之下，但是我更害怕你出事。复仇之事，我们从长计议。只怕日后皇后将更难对付了。珍珠，这些日子你竟然瘦了这么多，瘦不好，这反间计还瞒着你。看着你担惊受怕，吃苦受累，我心里也过意不去。你得知真相的时候，是不是气我恼我了？不用再说了，我明白你的用意。若是因为这一点事就气你恼你，岂能做你的妻子？别忘了你说过的，让我信你，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永远信你。殿下，夏家寺和吐蕃趁大唐内乱之际，组成了联军，已经攻下了金城郡。金城郡，那可是殿下经营多年的嫡系兵力。要不，上书陛下，夺回金城郡。大唐现在只能顾得上安内，哪里有多余的兵力顾及他处呢？金城郡恐怕一时难以夺回了。金城郡的秘矿是殿下最重要的经济来源，金城郡失守，殿下日后恐怕举步艰难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李泌大人来了。速速有请李泌大人。是。那属下先告退了。李大人请。啊。殿下，李泌大人，快快有请上座，请。老夫听闻殿下平安从牢里回来，老夫特意前来探望。多谢先生记挂。殿下今日弃车保帅，渔翁得利的招数，老夫也有所耳闻。实不相瞒，整场事情的谋篇布局，本王已反复计划过多次，但本王万万没有想到，皇后竟然还有后招。她竟然可以利用牺牲自己的心腹，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殿下，太子之争已经到了关键时期，那些觊觎江山地位之人，自然不遗余力争取豪夺。老夫想问殿下，时至今日，你是否还有保护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雄心壮志呢？先生，学生有个问题想问。殿下请问。先生一生高远，
不屑王权的争斗，为何如今深陷其中，如此尽心尽力的为本王出谋划策的？你我都知道，大唐百业凋敝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如今叛贼势消，正可重振江山社稷。若江山由明君接手，则大唐可重现辉煌；反之，若落入了奸妃佞臣之手，则恐怕会社稷不保啊！以老夫之见，在众皇子之中，唯有殿下可堪此重任。黎熙今日舍命救下了父皇，立下了大功。在父皇的面前，无论立下多少的军功，怕都不敌他替父皇今天挡下了这一针。怕只怕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距离拉开了，便再难追上了。殿下，此言差矣。如今李系的确更胜一筹，但优势并不代表成败。他现在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他自己的身上，恰好殿下可以借此重聚实力，养精蓄锐。况且殿下手里还有一位骁勇善战又无比忠诚的将军在手。殿下，老夫认为女人对男人的感情是这世上最稳固的结盟。先生指的是独孤静瑶。先生，学生有个问题想问。殿下请问。先生一生高远，不屑王权的争斗，为何如今深陷其中，如此尽心尽力的为本王出谋划策的？你我都知道，大唐百业凋敝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如今叛贼势消，正可重振江山社稷。若江山由明君接手，则大唐可重现辉煌；反之，若落入了奸妃佞臣之手，则恐怕会社稷不保啊！以老夫之见，在众皇子之中，唯有殿下可堪此重任。黎熙今日舍命救下了父皇，立下了大功。在父皇的面前，无论立下多少的军功，怕都不敌他替父皇今天挡下了这一针。怕只怕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距离拉开了，便再难追上了。殿下，此言差矣。如今李系的确更胜一筹，但优势并不代表成败。他现在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他自己的身上，恰好殿下可以借此重聚实力，养精蓄锐。况且殿下手里还有一位骁勇善战又无比忠诚的将军在手。先生指的是独孤静瑶。依老夫看，殿下应将独孤将军纳入广平王府。我跟独孤将军没有那种意思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殿下，老夫认为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是这世上最稳固的结盟。若殿下能娶了独孤将军，第一，可以顺了陛下的心意；第二，独孤将军背后的实力，宫中势必有所忌惮。
最重要的是第3点。若老夫都能看出独孤将军的重要性，那皇后他们又怎么会不虎视眈眈呢？难道先生，你是让本王像那些无视感情的人一样，利用联姻来换取势力和江山吗？殿下，生于帝王将相之家，又有谁敢妄谈毫无利益纠葛的感情呢？这些对于心怀百姓社稷的人来说，太奢侈了。殿下若再无所举动，苦心经营的地位恐将不保，更别谈为建宁王报仇之事了。先生，学生有个问题想问。殿下请问。先生一生高远，不屑王权的争斗，为何如今深陷其中，如此尽心尽力的为本王出谋划策的？你我都知道，大唐百业凋敝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如今叛贼势消，正可重振江山社稷。若江山由明君接手，则大唐可重现辉煌；反之，若落入了奸妃佞臣之手，则恐怕会社稷不保啊！以老夫之见，在众皇子之中，唯有殿下可堪此重任。离姬今日舍命救下了父皇，立下了大功。在父皇的面前，无论立下多少的军功，怕都不敌他替父皇今天挡下了这一针。怕只怕一步错，步步错，距离拉开了，便再难追上了。殿下，此言差矣。如今李系的确更胜一筹，但优势并不代表成败。他现在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他自己的身上，恰好殿下可以借此重聚实力，养精蓄锐。况且殿下手里还有一位骁勇善战又无比忠诚的将军在手。先生指的是独孤敬瑶。依老夫看，殿下应将独孤将军纳入广平王府。我跟独孤将军没有那种意思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殿下，老夫认为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，是这世上最稳固的结盟。若殿下能娶了独孤将军，第一，可以顺了陛下的心意；第二，独孤将军背后的实力，宫中势必有所忌惮。最重要的是第3点。若老夫都能看出独孤将军的重要性，那皇后他们又怎么会不虎视眈眈呢？难道先生，你是让本王像那些无视感情的人一样，利用联姻来换取势力和江山吗？殿下，生于帝王将相之家，又有谁敢妄谈毫无利益纠葛的感情呢？这些对于心怀百姓社稷的人来说，太奢侈了。殿下若再无所举动，
苦心经营的地位恐将不保，更别谈为建宁王报仇之事了。只是想让他来我梦里，来跟我说说话。我三皇兄，他走的是那么的急，那么的惨，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呢。可他偏偏就是不来我梦里，就是我从前总是闹他、气他，所以他都不愿意回来跟我说话了。郡主，你别哭了。建宁王平时最是疼爱郡主了，怎么会生郡主的气呢？那要不咱们接着试？别出声！我看见了，他去蓬莱殿了。是吗？定是咱们的法子真的灵验有效了，把我三皇兄的魂儿给召回来了。然后他飞去蓬莱殿了，找那个妖狐报仇去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啦，那肯定是个人，我都看见影子了。这大半夜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没好事。秀莹，你在这里好好的等我三皇兄啊，我去瞧瞧就回来，好好等着。郡主，等我三皇兄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本宫要好好休息，任何人不得进来打扰我。回来了。
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皇后娘娘治罪。今天这棋，我们差一步就输给李处。不过还好，你这招丢卒保军也被立为亲王，离太子又近了一步。只是往后灵儿已死，你就不能留在本宫身边了。属下听从皇后娘娘差遣。谢儿这孩子，今日能占了广平王的上风，全凭本宫我步步为营设计的好。单论谋略，恐怕他是斗不过李处的。本宫要你去谢儿身边，指点他，辅佐他，同时还要监视他。我把他扶上马，为的是让他给本宫拉车。是，属下领命。这独孤敬瑶背后的势力非同小可。当年本宫费尽心思杀尽沈家人，只为了能夺走号令独孤家的麒麟令。独孤家本藏身于云南，不问世事，谁知一场乱战把他们也惊起了。这独孤敬瑶也走到了皇家的面前。李处现在拿到了麒麟令，还利用了独孤敬瑶取得了长安之战的胜利。不过他不知道，这麒麟令还有一个大秘密。谁能得到独孤敬瑶的人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可据属下观察，那独孤敬瑶心中只有李处一人。可李处心中不是只有沈珍珠一人吗？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。所以说，独孤敬瑶想要进广平王府，没那么容易。本宫有意让陛下指婚，将独孤敬瑶指给谢儿。可今日之事，本宫不知道陛下对我是否起疑，不好在此事再使力。这样，你去联系史思明，他与独孤家的交情向来很深，让他出面约独孤敬瑶出来，你呢，再把谢儿送过去。是。殿下，您不用回来了。郡主挺好的，建宁王殿下，你不用回来了。郡主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郡主，你吓死奴婢！别叫，郡主，你真的吓死奴婢了。这个老妖婆果然心狠手辣，先是害死了我三皇兄，又要害我大皇兄，如今还想打独孤将军的主意，我必不让他得逞。这老妖婆是谁呀？你别管了，走吧。
等殿下很久了。是本王考虑不周，回来之后还未专门谢过将军呢。你我之间就不必说什么谢不谢的了。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殿下说，请赐教。现如今，你我也算是知心换命的交情了，所以有些话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殿下，你可知道这辈子我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生就了一副女儿身。一个女人，就算身手再好，抱负再大，也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逼着你嫁给那个你不想嫁的人，继而夺走你背后的一切。自古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生在这种家庭，我没得选。不过你知道，我今生最幸运的事是什么吗？遇到你。殿下，可还认得此物？怎会不认得？沈家祸事全因他而起，这笔账还未向张氏讨要。这确实是一件不祥之物。如今，我的大祸也要因他而来了。这如何说起啊？殿下可知我独孤家先祖由何起家，才智迅速发展成外人口中的云南王的吗？是金矿。我独孤家先祖巧建机关地库，存放金矿，而麒麟令便是那地库唯一世代相传的钥匙。当年祖爷爷将麒麟令作为信物赠予沈家，便是要表明我独孤家感恩和必要报恩的决心。如今，这麒麟令兜兜转转，又回到我的手中，但是它其中的秘密，怕是已经被人知晓了。谁啊？张皇后。张皇后祖上几代出自云南，曾与我独孤家有点渊源。她知道这一切，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她纵然不能像对付沈家那样对付我，但她定会用别的法子。上次她试探劝诱我，我已经明了她的用心。她一定会想尽办法让我嫁给李系。可是我想嫁的人是你，想帮的人也是你。承蒙将军错爱，李处感激不尽。殿下，我就算是个将军，但终究也是个女孩子。好不容易说出了心里话，不是为了替你说这些。独孤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你与李系之事，本王一定会想办法帮你。但本王已经有了妻儿了，本王不能对不起珍珠的情谊。我知道殿下是个重情厚义之人，可是将来，
殿下，你不是要对沈珍珠一人负责，而是要对全天下的百姓负责。殿下，殿下就真的那么不喜欢我，不在乎我吗？正是因为在乎，才不能这么做。实话实说，本王的确需要你的军队和财力。若你是别人，本王完全可以利用你，将你娶进王府，束之高阁。但本王视你为知己好友，不愿让你过那种漫漫长夜独自守候的生活。而是我在第一次见到殿下的时候，殿下就已经走进了我的心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替代的。我向殿下挑明，也是想殿下今后能像欣赏女人的眼光一样来欣赏我。我不急，总有一天，殿下心里会有我的位置。可是我想嫁的人是你，想帮的人也是你。为了殿下的复仇大计，成就大业，静瑶愿意嫁入广平王府，哪怕身为妾室。而我此生若不能得到殿下的真心，我宁愿孤独终老，也绝不将就。